美股这一波下跌反转了吗？短短1周的时间啊，美股居然就收复了高位下跌以来一半的跌幅以上。谷歌的反弹呢，也接近了尾声。有的小伙伴呢，又开始纠结，到底要不要追呢？我们从4月份开始啊，一直强调本月有可能是反弹月，需要重点关注。但是呢，美股短时间上涨过猛，是否需要提前止盈呢？Hello， 大家好，我是 Harry。今天呢是香港时间4月10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们又再次见面了。虽然呢月初 Harry 判断4月份会上涨啊，周线也出现了急转超跌的信号，但是这波反弹却是超乎想象。不过呢，美股距离真正的反转还差那么一点点，甚至呢这里一不小心有可能就会构筑一个大级别的高点。那针对当下的环境，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交易策略才能够规避风险，获得安稳的收益呢？我们一起来拆解一下盘面。首先看一下本期的视频行情目录。第一部分是指数市场观察。纳指近2天出现了2根一红一绿极其相似的 K 线，都是长长的下影线，但实际上呢，它们有很大的区别。昨天这根绿 K 呢，虽然它的下影线很长，但实际上呢，它就是我们常见的普通的 K 线。而我们今天重点要讲的是前天的这根红色阴线。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啊，这是一根高开，而且呢开盘既是全天最高价的阴线，这个就叫做光头阴线。它是一种特殊的3价 K 线，全天呢仅呈现3个价格，和普通的 K 线区别很大。一旦出现，需要重点关注。另外呢，今天针对大家最关心的大盘价格趋势是否迎来反转，我们会运用到工具地图来一步步找规律啊，一看就懂。了解完指数之后，今天的个股依然会解析，包括英伟达、特斯拉、谷歌、美光、Meta、PLTR 以及 CRCL 等标的。新同学呢，首次观看可以留意一下啊，视频的标的呢涉及的时间比较长，我已经做好了时间轴，大家可以点击对应的时间轴就能够跳转查看，节省这个观看的时间。接下来呢，我们重点分析一下指数啊，先搞懂什么叫做光头阴线啊。其实刚才呢已经跟大家说过，它最好是出现在上涨行情当中，下跌当中呢也能用，但我们主要观察的是上涨时出现的情况。这根阴线的特点呢，就是开盘价即是最高价。简单来讲啊，一开盘它就涨到了顶点，之后呢全天震荡下跌，不管中间有没有反弹啊，都超不过这个开盘的高点。那这个价格呢就是非常关键的信号。如果在上涨当中出现这种 K 线啊，就意味着资金在出货或者是砸盘，同时呢会形成重大的这个压力位。要是你已经持有股票并且有了浮盈哈，遇到它建议卖出或者是减仓，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光头阴线的高点啊，它会成为一个强压力区，只有突破这个压力区才能够继续的看涨啊，否则就只是反弹而已。我们可以回顾一下纳指的图形啊，纳指之前呢也出现过不少的光头阴线，比如说像这个地方出现之后呢，反弹没有过去，又跌了一波，像这个地方又跌了一波啊，这些地方又跌了一波。但是到了这些地方啊，大家会发现，只要突破了光头阴线，就会带来一波上涨。这个地方也是的，上涨。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啊，在加速行情当中，如果出现了光头阴线，比在震荡行情当中出现的更有效。如果整个市场是加速上涨之后出现的光头阴线，一定要小心，大概率是个高点啊，我们要赶紧的减仓。如果加速下跌之后出现的光头阴线呢，要是能够突破，说明这个多头的力量很不一般。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2天出现的这根光头阴线啊，近期在下跌当中呢，出现了这么一根光头阴线，说明什么呢？而且这波上涨呢是连阳加速的，所以这根光头阴线呢特别的重要啊，它肯定是一个减仓点，大概率会出现一个高点。那后续的股价呢，要是不能够快速的收阳突破这样一个高点，就不能够再看涨。要是能够突破呢，我们可以少量的接回之前减仓的部分，但一定要留个心眼啊，把这个光头阴线的这个区间当做一个防守位，一旦跌破啊，就要警惕大级别的高点形成。其实在牛市当中呢，遇到光头阴线呢也是可以减仓的，等到股价重新突破光头阴线的区间，再安心做多就可以了。总结一下啊，遇到光头阴线呢，建议先减仓，尤其是加速时候出现的光头阴线。那减仓之后呢，股价下跌很正常，要是能够快速的突破啊，把这个区间当成一个支撑位，后续回调不破就可以继续持有，那跌破呢就要及时的止损。还有2点要强调一下，一个就是卖出之后呢，股价如果跌得越深啊，后续上涨这个难度就会越大，突破了也走不远。
而且光头阴线的高点被突破时候呢，最好是一根大阳线啊，实体部分最好是超过光头阴线的一半以上，这样呢这个区间才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个支撑区。很显然啊，昨天的这根阳线呢并没有达到这样的效果，所以昨天并不能够视为有效突破。另外呢，个股也能够用这个办法啊，但是要注意，光头阴线呢在个股当中必须是稀有的。如果一只股票到处都是光头阴线，尤其是你用我们的软件的指标能够看到的这种股票就不要关注了。而像纳指、标普这样的指数呢，光头阴线出现的频率比较低，所以每一次加速出现时都要格外的小心。以上呢就是第一部分内容讲清楚了光头阴线的含义以及用法，还有对应的交易机会和风险。那么这根阴线能够告诉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呢？而整个价格趋势能不能够反转呢？这是我们第二部分要讲的。第二部分呢，我们要讲到的就是趋势。我先说一下结论，现在还不能视为反转确定。为什么现在还不能够定义为反转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山海趋势图，这是我日常分析常用的一个指标模板啊。我们重点也是看两个要素，第一个就是 K 线的颜色。之前的视频有讲过啊，这个蓝色 K 线呢代表的是一个短期超跌，超跌之后呢容易反弹或者是上涨。那之前出现的这个蓝色 K 线呢，就预示着这一波上涨我们可以定义为是反弹，因为整个市场大家可以看到当前是超跌的。为什么是反弹不是反转呢？是因为现在呢还是一个空方的区域空方趋势就是图中的这个黄色飘带，只要黄色飘带还在，那就是反弹的一个行情。另外呢，当前出现了黄色的 K 线和蓝色 K 线相反，这个黄色 K 线呢代表了一个短期超买，说明市场的情绪过热，过于贪婪。那应对超买呢有两种方法，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一个选择。第一种呢就是左侧交易，看到黄色 K 线呢就停止买入，开始高抛减仓。好处就是大概率能够卖在高点，比如说呢之前这个市场过热一卖就是在高点，大家可以看到这些位置。坏处就是可能后面会踏空，像这些地方。但如果我们本来就只做反弹，蓝 K 买，黄 K 卖，只赚这一波的涨幅那就不算踏空。后续的不确定的行情本来就不应该贪的，这是一种。第二种呢，就是右侧交易。如果你想要多拿一会儿行情避免踏空，就等到这个黄色 K 线的低点被阴线跌破之后再来卖。比如像这些地方。好处就是呢不容易踏空，当然坏处就是卖点会晚一点，可能会回吐部分利润甚至是恐慌的时候呢卖在了反弹的低点。那么这两种方法呢各有好坏没有十全十美的，只要适合自己的就好。接下来呢我们看第二个关键的信号中长期的一个压力位，也就是这条白色的龙门线，它是山海趋势图当中中长线的生命线，也是这个美股牛熊转换的一个关键当这个龙门线向下运行的时候呢，就是中长期的一个熊市，至少是半年以上的一个级别。如果是向上运行，就是一个牛市行情当这个牛熊转换的时候呢，主要就是看这根白色的龙门线有没有被跌破或者被突破。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现在这个美股的情况目前呢就是跌破了龙门线之后的一个反抽阶段。而且呢，像前天的这个光头阴线收盘还是在这根龙门线之下的，预示着这个关键压力位叠加了光头阴线，是双重的风险。所以现在呢，绝对不是重新走牛大概率是一个反抽的确认确认跌破有效之后呢，下一步可能会击穿前低的，大家一定要警惕。那当前呢，龙门线的价格是22,690，这个位置和光头阴线的压力位呢重合了，只有站稳了这根龙门线，突破了光头阴线的压力位，才有可能形成一个黄金坑，也就是底部这个黄金坑，趋势才有可能反转。要是站不稳呢，光头阴线的这个压力呢就会生效，后续呢容易往下走步步走弱。所以大家要清楚虽然这波反弹呢很强，收复了一半的跌幅，但还没有到趋势真正反转的时候，差最后一步后续要是没有出现这个反转信号呢，千万不要盲目的加仓，也不要因为怕踏空就疯狂的入场，大家一定要谨慎。
好，以上呢就是光头阴线和价格趋势反转的解析，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啊。如果是老同学呢，听到这里，麻烦给这个视频点一个小红心，支持一下我的创作。要是有时间呢，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和建议。如果是新同学第一次看我的视频，要是觉得有帮助，除了点赞评论之后呢，麻烦点击一下视频下方的订阅按钮。订阅之后呢，把这个铃铛打开，这样我后续的每一期视频你都能够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不会错过任何的行情分析和知识点。为了感谢新同学的订阅啊，我准备了3重见面礼。第一重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山海趋势图的一个模板。那我每一期的视频呢，每一个讲解的个股都会用到它。如果是新订阅的同学呢，找我的这个助教就能够领取免费体验1周。大家可以用它来看一下自己手中的股票是处于熊市还是处于一个牛市当中。那现在订阅之后呢，点击评论区第一个置顶的评论就能够快速的找到 Harry 的助教，跟他说你要安装这个指标的模板，他会教你怎么安装以及怎么使用。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个股部分啊。首先看一下谷歌，从近10天的走势来看呢，谷歌是处于一个单边上涨的趋势。如果是咱们的会员朋友呢，在这个位置出现白 K 加上钱袋子的信号的时候买入啊，那这一波呢赚到的利润是相当可观的。不过大家要注意啊，最近的4天当中呢，谷歌是连续出现了4根黄 K， 这就代表了当前可能出现了非常强烈的超买信号。那整个市场的情绪呢是过热的。如果大家想要做稳妥的交易呢，今天或者是昨天或者前天卖出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一波上涨的利润呢，已经足够大家赚到位了。但如果大家想要等到明确的下跌信号再买的话，就要重点关注这个缺口下方的位置啊。不过说实话，等到这个位置再卖的话呢，你赚到的利润就会少很多。那可能有的同学也会问到了啊，这个谷歌有没有可能继续的这个上涨呢？我们可以看到啊，目前呢整个谷歌是处在一个黄色带的弱势区域当中，虽然存在了未来会变盘的这个可能会转成一个紫色的多方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上涨趋势哈，但是呢这4根黄 K 确实是一个明确的警示信号，没有任何一只股票能够无止境的上涨的，那么它大概率呢会先下挫调整一段时间，再继续上涨。所以在这个位置呢 Harry 会建议大家先止盈，我们可以把缺口下沿的这个位置作为观察位，也就是大概304左右的位置啊。如果股价跌破了这样的一个位置的话，大家一定要卖出啊，这个时候不出货就会很危险。然后呢，我们再等待下一个拦住或者是钱袋子出现的这样一个位置，再进行一个买入，做好一个高抛低吸即可。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英伟达，英伟达有没有可能在这里形成一个黄金坑呢？说实话，这个位置是有一定概率的，但整个周期大家可以看到还是以震荡为主，因为目前依然是处在一个黄色带区域当中，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啊，这2根黄 K 正好是打在了龙门线的位置，也就是说呢，这个地方形成了双重的一个关键位置，它要么就是快速的往上突破，在这里呢形成一个支撑位，要么就是回补下方的这个缺口位置啊，一旦跌破这个位置，它往下的力量呢会非常的强，所以大家一定要重点关注。另外呢，大家可以看到前方有一个长上影线啊，尤其是在这种小阶段前高的位置出现这种长上影线，大家一定要警惕起来。这个位置呢代表了多空博弈非常激烈，也很容易出现大量的套牢盘，所以在这个位置呢，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如果股价在这个位置能够强势的往上突破啊，就要重点留意这个位置，也就是188.88的这个地方。但凡碰到这个位置呢，大家选择止盈或者是卖出一部分都是非常明智的选择。所以对于英伟达目前的环境来说呢，非常简单了。如果它继续的往上涨，而且强势的上涨的话呢，我们要注意188.88的这个位置。如果它没有往上涨，而是选择了往下的方向，那我们就要注意这两根线的位置啊，一个就是缺口的上沿部分，第二个就是缺口的下沿部分。如果大家一定要赌它打到这个位置继续上涨的话呢，一定要把这个地方牢牢的看住，只要下跌果断的出局。那么如果你是比较保守的朋友啊，在目前这个黄 K 的位置卖出是完全没问题的。相反的啊，如果你是比较激进的同学，那在188.88的这个位置一定要注意观察啊，注意保护好自己的利润。
好，如果是我们这个财生同学之前参加过我们内部的课程，其实我们对于这些压力位，包括这个长上影线的位置也专门的有一些课程进行讲解过。我相信我们的财生朋友呢，看到这些 K 线出现的地方都会非常熟悉，而且会形成一个第一反应。但如果是新同学还没有这样的意识，或者是炒股的敏感度还不够，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多多学习起来。那现在呢，如果大家感兴趣呢，也可以加入到 Harry 的团队当中，进入到我们内部课程很丰富的这个学习体系当中也可以找 Harry 的助教来领取第二重福利的机会。那我们每天呢都会有线上的这个技术分享课程，只要加入的同学呢都可以免费的参与，这也是给大家一个交流学习的平台的机会。另外呢，顺便跟大家讲一下第三重福利，也是 Harry 团队给到大家的一个期权课程。那很多同学呢，他的风格其实相对来讲是更加的保守，大家对于期权的认识呢，觉得这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衍生品。其实呢，我们可以通过期权来做一个对冲方案，尤其是在股市震荡的期间比如说这1-2个月以来，整个行情大家可以看到波动非常的大。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团队的期权老师就会手把手的带大家去实操，制定一些比较科学的对冲方案，来保证大家在震荡的行情当中利润不会受损。那如果你是单边做的话呢，在震荡的行情当中你会发现非常的难做。那如果加上了期权这个对冲策略的话呢，我们就会发现这是一个保护我们利润比较好的方法。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跟 Harry 的助教来咨询领取我们这个期权课程的免费试听的这样的一个权限。好，接下来呢，我们讲一下特斯拉。特斯拉呢，之前我们讲过很多遍了，它的走势上呢有很多的缺口产生而且整体走势也是偏弱的。如果大家把握住前面这个位置在这波小反弹当中抓住了一个机会，那相信对目前的走势来说呢，也算是一种安慰。但说实话这波反弹呢，实在是有点弱看起来没有什么实际的作用，表现呢也确实一般。那特斯拉呢，在7巨头当中呢，它目前也是最弱的一个，而且大家可以看到上方的这个缺口位置已经维持了1周的时间。可以说形成了一个有效的压力位，股价只要碰到这里就会马上被压下来，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多加小心。那目前来看呢，整个特斯拉只能够说是左侧买卖，如果多方力量减弱的话呢，我们就要重点关注一下下方的这样的一个支撑位。不过呢，这种弱势环境当中的左侧操作呢，大家一定要管理好仓位，建议呢至少要分3到4次建仓，这样的后续碰到反弹或者反转的概率会高一些。但如果大家想要等到右侧机会，比如像这种位置再去操作的话，虽然看起来赚的好像没有左侧多，但风险呢确实会小很多，适合不同风险偏好的同学来选择。那对于特斯拉来说呢，它整体的走势呢是非常弱的，而且呢股价又在龙门线的下方这么长的一段时间的这个黄色带，预示着它未来的趋势反转呢，可能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而且呢它必须要出现非常强烈的反转信号我们才能够视为真正的反转，否则以目前的走势来看呢，暂时还是没有太多适合做多的空间。好，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 Meta 呢，目前也是处在一个黄色区域当中而且呢，走出了一段超越黄色上轨的这样一个走势。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刚刚提到的长上影线在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警惕的这个看待一下这个位置同样有一根很长的上影线的 K 线产生，那这个地方呢，自然的就会形成一个压力位，也就是629、630左右的位置。大家可以观察一下昨天的 K 线呢是没有突破这个位置的，那这一根呢是夜盘的 K 线还没有真正形成，只是一个趋势。目前呢确实没有办法确定它一定会持续的往上突破，而且呢大家可以看到这根 K 线呢是一个比较小形态的这样一个弱的十字星的形态，包括旁边这根 K 线呢上影线和下影线都比较长，其实呢这就说明了多空双方在这些位置博弈还是非常激烈的，所以大家在这个地方呢，重点留意一下今天的走势情况。如果它继续的高开，并且能够突破638的位置，可以观望一下当然，如果出现了黄 K 继续是黄 K 的话呢，其实可以先止盈一部分。如果大家舍不得全部卖出，也可以把前面这个长上影线的位置，也就是630的位置呢，视为一个出场点。如果今天的收盘价相反的跌在了这根长上影线的下方，尤其是跌破了这个更低的关键支撑位622.6的位置，那我们就要及时考虑止盈或者是减仓一部分，避免接下来更大的风险。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美光，大家可以看到美光这2天的 K 线走势呢，相对会好一些因为呢它的前天这根 K 线呢是一根阴线，而昨天的 K 线呢是一根阳线，它继续往后走的向上的概率呢会更高一些。
但是同样的从上海趋势图看到大家不能忽视的是，它目前依然处在黄色带的区域当中。虽然呢，这个黄色带有缩小的趋势如果是已经持仓的朋友在车上的，不妨再耐心等待一下，看看今天的走势情况如何。但是呢，我们一定要严格把控好这个399的位置。如果股价跌破399的位置那我们就要考虑看空它后续的走势。那如果今天呢，它继续保持在400以上，而且呢，收盘价或者是整体的走势呢，比较强势，能够在昨天的这根 K 线的1/3以上的位置，我们就可以再继续观察一下。因为美光呢，从471到目前这个价位呢，它后续上涨的动力相对于其他股票来说呢，会多一些。而且呢，存储芯片板块也是目前比较热门的板块。但是大家一定要重点关注这两个位置，一个就是399，一个就是416。416以上继续观望，399跌破我们果断离场。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 PLTR。这两天的走势呢，它跟其他的股票正好是相反的，连续出现了2根实体很大的阴线，一直在往下挫大家可以看到虽然这个今天的夜盘呢有可能出现一个潜在子的信号，但这不意味着咱们今天就可以很轻松的入场，因为它已经连续跌了2天，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蓝 K 的信号，所以这个位置呢，我们不建议大家左侧进场。而且呢，这只股票目前是在龙门线的下方的位置，震荡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它如果想要反转向上的话呢，我认为要很强的动力才行。我们不妨把前低126的位置作为一个观察位，如果它在这个位置站稳了，我们可以考虑看看会不会有一波小的反弹。毕竟呢，它目前的这个位置呢，离这个黄色飘带还是比较远的，还是有一定概率的。但它如果跌破了这个位置，那形势呢就非常的不好了，大家就要保持一个继续观望的态度，不要急着进场。因为很多时候呢，咱们左侧进场呢未必能够买到你想象当中的低位，很有可能你会抄在半山腰。所以对于这样一个强势下跌的股票我们一定要等到比较明确的阳线的确立的信号再考虑进场，这样会更稳妥一些。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 Circle 的情况它跟 PLTR 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只是呢它的这2天跌幅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大。同样是出现了2天实体很长的下跌的阴线，而且呢，它也处于龙门线的下方以及黄色飘带的区域当中。那同样的，我们来找一下它下方的观察位昨天呢已经出现了潜带子信号，这个最低点呢是在84.7左右的位置，但是呢，这并不能够说明今天就是一个进场的好机会。我们还是要看具体今天的表现如何。如果今天能够强势突破前带子的这根 K 线的最高价，也就是93.8的位置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是一个清仓入场的信号。但如果今天的表现依然很弱势，尤其是股价低于前带子信号出现的位置，也就是84.7我认为还是要继续等待一下的。那我们可以把前带子的这根 K 线所在的区域当成一个观察位，如果股价突破这个区域特别是突破了 98.48， 也就是前面的这根长的阴线的最低点，我们可以考虑清仓的入场。但如果跌破了这根 K 线的最低点呢，我们依然要保持一个谨慎的态度，因为它的龙门线呢是向下的，而且呢黄色飘带还是比较明显，趋势并没有好转。好了，以上就是今天 Harry 要给大家分享的大盘和个股方向的一个拆解。如果大家觉得这些内容对自己有帮助希望大家能够点赞、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这样就能够及时的收到 Harry 的最新视频的一个通知。好，我们下期再见。